我写《孽子》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我想我这本书就是写给他们。当然，我小说就是小说啊，小说一定是虚构的，这个有这些原型这样子，故事都是我替他们编的。其实我很早在台北人里边有一篇叫做《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等于是这个孽子的序曲吧。那时候这社会上还是一个禁忌，不能公开讨论的。所以当时社会比较保守，而且政治也比较高压。不过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说文学写的大概不外乎人性人情，同性恋同志这个议题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永远是少数，但是少数的人也是人，也是 humanity 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写。有这个法国《解放报》访问全世界的作家，你为什么写作？我就很直接的答应，我是答回我说我写作，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这个转换成文字。我就这么答他。所以我想我写这个的目的也是这样，就是讲这一群人，他们失去了家，失去了这个社会地位，失去以后，他们重新在寻找他们自己的这个这个伊甸园吧，这个西方人也懂的，所以他们的法国反应最大，他们说是这个用金粉炼成的歌曲啊，他说他们是一群堕落天使，这个镊子的。《孽子》是台湾的第一部的同志小说啊，去年刚好是它问世40周年啊。它是在整个台湾这个同运这个运动里面，它是最开头走在前面推波助澜的一个角色。那刚好40年了，我们也找到《孽子》的导演跟制片授权让我们来修复，那终于我们就今年把它修复好了，这样。杨哥，杨哥，杨哥，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它被剪了好多刀，有的地方接不上了，所以不是很完整的一个电影。不过那个电影我觉得它的意义有几个。第一个，它是中国电影史上面第一个电影专注于把同志问题这个当做主题的。所以那个我想于汉斌导演有很大的勇气，拍这个电影。第二个，我想他电影里面的亮点，他塑造的人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把那个孙越的人物塑造的很特别啊，很突出，还有那个，所以看了以后印象很深。我现在记得他的样子。你把那么长一个剧本，要把它改编，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嘛。所以跟白先勇老师谈的最多的就是怎么样去改编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整个的主题上面是社会边缘人，是同性恋者，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的遭遇，跟这个社会制度上面的产生的冲击，还有人性，人对爱的诠释是什么？大概这些主题是相同的。可是怎么去表达这个主题呢？就必须把里面的人物做一些调整跟融合。所以呢，经过我们讨论之后，那个白先勇老师他才同意把杨金海跟傅老爷子
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就形成一个新的人物出现。别害怕，到了这儿就是到了自己的家。我叫杨金海。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呢，一般的人呢是连同性恋3个字讲出来都觉得很羞耻的，基本上不会变成那个正式的话题，要不然就是用阿谀的这种方式去讨论的。那么在这样子的社会氛围之下，所有的那个同性恋者其实他都要隐藏起来。可是人是一个情感的动物，他总要有情感的一个出口嘛，所以在特定的一些隐秘的小圈圈、小地方，他们才找到情感的一些依托。这是我后来去那个 gay bar 才理解到的。我发现是一群彼此在一个非常隐秘、非常小的地方玩闹，可是当他出了这个地方之后，他必须要去扮演的很正常的人。我有很多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强大的一个吸引性。我觉得导演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创作。阿峰，阿峰，阿峰，跟我回去。偏偏遇见他那个克星，对方是大官的儿子，家世显赫，小名叫龙子。跟阿凤一碰头，就像是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两个人都是狂风暴雨的脾气，经常一言不合就打成了一团。打完了以后，两人又坐在一起抱头痛哭。结果上映的时候，第一天非常轰动，的票房几乎是客满。也是因为这样子，新闻局他知道这个片子检查的时候被剪掉了11段，他就到戏院查，结果一发现电影公司又把那个剪掉的片段接回去了，所以呢就要求把这个片子的所有的拷贝第2天就停止上映，然后所有的片子剪掉的部分通通再剪了交回去，交给新闻局，包括底片在内。那时候所有的同性恋在电影里面其实通通都被消费的，真正以同性恋作为主题的电影也没有。所以在纽约上映的时候我听那纽约的人回来跟我讲说，电影剧中的时候全场站起来在那边鼓掌，对吧？然后第1届的洛杉矶同性恋影展，它是开幕片。那时候是公视嘛，孙青啊，然后李永德，他们要做一个连续剧，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想法，然后那时候我就提了镊子，结果他们有点 shock。对，他们觉得说，这个，因为那时候同志，我记得那个年代的同志还是非常禁忌，就是说大家不敢提，一下子不敢接受。后来蛮巧的，这个很奇怪的机缘，就是过1个礼拜我的生日，然后我就自己就躲到一个咖啡厅，竟然白老师就坐在旁边。我从来没有碰过白老师，我的第1本文学小说是《台北人》。我之前是对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是那一本《台北人》之后，然后也看了镊子，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讲说，好巧，前一阵子我才想要拍镊子，可是公司觉得不适合。对，那白老师竟然马上跟我讲说，他觉得该是时候，
你看嘛，因为他也感受到那种同志的一个这种能量，其实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在整个全球的这种关注上，已经有一个累积了。我说，因为镊子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它已经存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然后那个年代也很多纪录片跟甚至很多导演也拍同志的这样一个题材。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是公共电视？我说，因为公共电视是为少数族群发声的电台。第三个，为什么是白先勇？我说，因为白老师是90年代香港把他排为华人作家的100大，然后他第7名。我说，前面6个都不是台湾人，而且前面6个都挂了，剩下他还活着，你怎么不拍他？你叫俺这个老人家哪儿去？叫人给我打死！我打死！气死了！我这个气死了！你叫你死！你死了！兔崽子！兔崽子！你给我死！打了！你这不要滚！你跑了！那天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把一个面子拿到你去，就按这么做样。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一片。不要跑！我打着赤足，不要跑！拼命往巷外奔跑。兔崽子！我们是这儿子！回头望去，只见父亲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不停挥舞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当团长使用的自卫枪。给我回来！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射着怒吼。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到底能不能了解那种情感？当然，我们还是先从小说下手。那从小说下手，对我而言，其实我从小说看到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那种非常阴暗的被摒弃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情况。当然，我也可以从那里看到很多这种那种当时社会的一种，其实还是一种温情吧。虽然有时候很暴力，有时候很暴烈，可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真诚的，他们一点都不虚伪哈。那晚，我们绕着林子一圈又一圈地走了下去，直到深夜，直到那片昏蒙的月亮消失在乌云堆里，直到陡然间，黑暗里一声警笛破空而来。枪声啊！枪口啊！这一次，我们一个也没能逃脱，全部被抓进警察局。别动！给我站住！别跑！这边跑！这边跑！走！妈的！这么晚在这边干啥？我错了，误会了，我是废话那么多，我们也不走。我不要走啊！哎呀，是啊，我干什么啊？干什么？要放枪啊！走，自己快走了。然后一本镊子，它虽然是书写同志，它把当时那个年代的台湾文化，不管是本省外省，那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我说那个年代很独特，它不曾有过也不会再有了，就刚好在那个年代交融在一起。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非常吸引我的，那个怎么去呈现那个年代的味道。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对我而言，那个里头这群青春鸟，那种生命的流转然后他们的情感
那种隐晦，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必须隐藏自己的那种情感。那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细腻的，就是说你当然可以用所谓的一般人的情感，因为都是一样的。可是我想在表达情感上面，因为他们在整个社会的氛围、社会的压制下面，那些东西都是不是其他的异性恋的题材可以处理得到的。那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是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很多时代人物，不只是这几个青春鸟，每个人都是有样子、有故事的哦。那对我而言，就是说，我怎么去处理这么多不同的角色，都能让它呈现那种立体感。哦，就像白老师，我总觉得白老师比我更勇敢了。他在40岁的时候他就写了。当然，也刚好，我拍《孽子》也是我40岁的时候，这个对台湾的后来社会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白老师的功劳太大了。我真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点抗拒的，我是有点想要保持距离的。然后那时候是那个董阳之老师，就是孽子啊，我的字都是他提的，他就我们来做舞台剧，因为那时候他很喜欢看舞台剧，他说孽子来弄舞台剧，然后我来跟白老师讲，然后我们就来弄舞台剧，我就很冷啊，然后就约了白老师3个人在一个咖啡厅，我觉得白老师比我更冷。那时候他也觉得不可能，可是你知道那个董老师那时候活力好强，他就跑到那个两厅院跟那个主委讲说，我们要做孽子，然后两厅院竟然说好。这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一只只都是漂洋过海的海燕，只有往前拼命地飞，拼命地飞，最后会飞到哪里，自己也不知道了。2020那一次，我可能是最成功的嘛。好多人看了掉泪了，不管男女老少，都感动的掉泪。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去排的，他们演出来，我也感动得一塌糊涂。这2个地方吧，一个是阿庆跟他母亲，他们演得好。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龙子跟阿凤的那一段，但是用舞蹈的那个，不同的有不同的感受。就是一开头于看那个电影出来，新鲜的不得了，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好像一个破冰的这种感受。后来那个电视剧出来的时候，因为它的影响力大嘛。听说好的同志看了也是非常受感动的。舞台剧不一样，舞台剧它真的是一个艺术品，它这个比较抽象，比较那个有限的空间把它表现出，启发你的想象力。白老师他讲到说，其实台湾的同运跟欧美那种比较像抗争型的甚至用暴力然后同志必须要怎么样去抗争这个方法，台湾
截然不同的。或许它只是比较隐性，大家像透过小说、戏剧、电影这种软实力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当然，我们就回到第一部，就是像《孽子》这样子的电影，它开了这个先河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93年的《喜宴》，它就一举在这个柏林影展得到金熊奖。那再来97年的蔡明亮的这个《河流》，也在柏林影展同样得到奖。慢慢的，我觉得从黑暗的这一面慢慢走出阳光。比如第一个阳光，我们看到刚刚讲的2004年的 BL 电影，这个17岁的天空，慢慢甚至到去年我们看到《鬼家人》这部电影，是冥婚再加上同婚的喜剧。那你知道这样子的喜剧，就表示说我们对这样子的同志这个议题已经不再是被视为异类了，它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剧情的这种 twist 这种扭转变成喜剧，变成一个新的梗，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很好的票房的电影。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国家影视厅中心这次在数位修复《孽子》这部片子，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那个解严前一刻那个蓄势待发，那个一切可能那个能量就这样快要爆炸的那个氛围，那时候人的举止，那时候台北市长得什么样子228公园那时候叫新公园，那个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无形中会感受到那个氛围，然后才知道前人是怎么这样一路你的父执辈、父母辈是怎么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说今天可能我们就能够呼吸到这么自由自在、同志平权的这个社会，在当时是那么的压抑，那么的还会被警察抓的那个时代是怎么样？就这样40年的光景，台湾很幸运的，在大家努力下，就这样走到今天来的。艺术是高贵永恒的存在，更是生命的深刻体悟。证券柜台买卖中心邀您一同探索艺术价值的无限可能。